嘿，你们好哈。那这是今天的3张牌。那如果你要看久一点呢，你可以按下暂停。如果你已经选好了号码，记得在留言区做一个更强的连接哈。那不啰嗦，我们就开始喽。来，我们来看到选择第一张牌的朋友，然后我们有5题哈，然后每题会有2张塔罗，然后我们会很慢慢的讲哈。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一题，第一题在讲的是这个新恋情宇宙的提示在哪里？宇宙的提示在哪里？那光这2张牌的话，权杖四、命运之轮，我们先想一个情境，这2张牌给的情境你想象自己站在一扇刚被阳光拍醒的一个门的前面就是这个门打开来说会有阳光进来，然后你深呼一口气然后像是把自己的身体装了一个气球，很清新的气球，然后再吐气把它放出去，然后再第2次深呼吸，然后听见自己的内心说：“我准备好了，我准备好了，这一个新的恋情要来靠近。”然后第3次你再深呼吸，然后这个时候想着对宇宙说：“请把这个属于我的相信，请把这个属于我的遇见，请把这个属于我的新恋情。”把它放进来，推进来这一扇门后面的那一个光芒，所以我们就可以进入到这个光芒里面，去感受到新恋情的一个连接，新恋情的一个能量的到来。那我们来看宇宙的提示，在这一个情境里面，权杖四怎么说？权杖四呢，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温度的火能量它象征了生命力、创造力，还有很强的什么行动力。而且这个行动力带来的是一种很强烈的欲望。那数字4号呢，表示有稳固的地基，而且是有结构的。所以当火能量遇到4的时候，它就很像是把一个火放到一个壁炉里面，会保温，热度会被框住，所以会怎么样？能量会很安全，会很长久。所以宇宙界的这张牌是要对你说，你要先为了这份爱搭建一个心里能住的地方，这个地方可以是你心里的一片柔软之地，也可以是你生活的一个真实的角度在权杖四的画面里面呢，常见的就是4根权杖立住起来嘛，变成一个拱门。所以这一题这份爱进来跟门的概念很像这个门框是一个很强的关键，它不是一个高墙，因为门框代表什么？这是一个邀请。所以宇宙的提示是什么？你要让这份幸福有一个入口，有一个门可以进来。它可能代表什么？可能是你生活层面里面的意向的门，就是把你长期推迟的一些事情，可能要开始先完整那生活上面可能书桌可能要清出一个空间了然后衣柜可能要把旧的衣服丢掉，留一些空间那可能手机一些没有在聊天的群组，没有交友群组，可能要删除了那我觉得这里在讲的不是一个断舍离的口号，而是宇宙它希望你开始练习，在你的生命时空、自己内心的这个时空里，开始有个位置准备接纳一个人的进来。这个是灵魂上面的。那社交层面上面的一个入口的门呢，权杖四这边也代表了什么？团聚啊，也代表了宴会，也代表了婚礼，也代表了朋友的聚会的能量所以你也许你本来的个性不是很喜欢很多的派对的你不是这样子的形态的人，但是你可以开始试着去创造一些小型的可以预期的一个相遇、一个聚会、一个相聚譬如说固定每周1次去咖啡店里面小小的工作、小小的阅读、小小的待一下就是这样，你可以固定有一个形式，或是可以去参加那种2周1次的什么座谈会啊、读书会啊、什么课程或是也可以报名一个一次要上4周、1个月的那种短期的课程因为这里的4号权杖4的4代表了某种固定的节奏，它会让你进入了宇宙的排程。
宇宙的排程，你可以1个月啊或什么，反正跟事有关的排程，你可以排进去。那用这个事的概念呢，去跟整个社会、去社交、去跟整个世界做有所接触，不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去接触比较多的人。那再来，这到了更内在心灵层面的门的话，也就是说，在关系里面，你最想守护的价值是什么？是诚实吗？是陪伴吗？是自由吗？还是要共同对未来创造什么？你可以把它写下来，然后记录起来，可能贴在电脑前面或哪里，让你每天都可以看得到哈。因为权杖四要的不是一种完美啦，权杖四是要你的心里内心有一种可被看见的稳定，时常被看见的稳定。所以当你这个稳定，让你自己整个人的价值提高，整个人的自信、身心灵各方面你都觉得很周全的时候，你内在的光芒也会自动就亮起来，魅力也会亮起来。所以你现在把你自己内心的频率稳定下来的时候，它就很像在这一扇门口放了一盏灯，告诉经过的人、路边的人知道说，这扇门是很愿意欢迎任何人走向你的。所以呢，从权杖四的能量的话，可能你可以为自己定一个，就回到刚刚前面讲的啦，你的生活中可以去定几个方式。第一，可以定一个位置，就是可能你在你的房间啊，或在哪里啊，餐桌的一角啊，书桌这样的一块啊，你自己设想着以后可以跟这个人共同拥有、共同使用，这样让你的生活有一种期盼的感觉。或是在生活的节奏里面，你可以设定一个固定的时间，一定要跟朋友见面什么的，就像我们刚前面讲的，在咖啡厅里面阅读一下这样子哈。或是你可以在自己内心定一些肯定句。写下三句你相信的关系的信念，放在哪里都可以，可是你要固定能够看到。譬如说，我值得被温柔的对待啊，我是一个可以慢慢靠近的人啊，然后我是一个愿意拿出真实的自己去面对爱情的人啊，这些的对自己一些肯定哈。再来，你也可以试着去准备一个小小的礼物，在心里也可以。或是真的去买一个礼物，先放着，等它出现的时候可以送给他。譬如说一本喜欢的诗集啊，或是一份你喜欢的咖啡的种类啊，或是一个邀请的明信片啊，这些都是你在心里慢慢的准备。那这些具体的行动，其实是为了在准备你心里的某个姿态，就是我已经准备好了一个新能量要进入我的生活里面哈。所以我们刚前面讲的这些事情，其实都像是你内在已经有所准备，让你的灵魂有所准备了。那记得权杖四其实要讲的是一个拱门的意象。它的意思是说，当我们准备好了这个门之后，这一个人经过的时候，他就会被你吸引，他就会觉得这是一个有爱的门，他愿意好奇的去推开看看。它其实不是要你离开旧的生活，而是要你把现在的生活看有没有机会让它升级，把你的门、心里的门再去装点得更好，让开门的人发现里面的一切比你现在所拥有的再更好，你可以让它升级起来。其实权杖四的这一个欢庆的感觉、温馨的感觉、创造力的感觉、生命力的感觉，建构在四的结构稳固地基的感觉上面，就是这一个意象。你可以先为自己的内心很多东西都做准备了。好，那我们再看到第二张牌的命运之轮它这里说宇宙的提示是在告诉你说，让整个时间轴都开始往你这边对齐。因为命运之轮呢，在这里的10号，其实它对应的是很多的扩张、幸运、机会，还有什么遥远传来的一种好运的风能量。这张牌出现的时候，宇宙其实在做2件事情。第一是什么？让时机成熟。第二是什么？下半回合、下半局要开始了，你要准备好接住这个好能量。这是我时常讲的。命运之轮出现的时候，就表示现在的路径、现在的节奏已经不是开头了，它已经至少是一半了。所以你后面就开始要让时机成熟，要开始准备好接住这个球了。
所以很多人都会误会说命运之轮是在等运气啦，其实它更像是一个加速器。我们都一直说它是加速器，它是无限的齿轮。当你抽到命运之轮，就会发现很多大小齿轮都在动了。所以我们要让时间传，是我们开始能做一些事情。所以就像权杖四哈，他把门打开，命运之轮也就开始为你排列了某些机缘呐。所以你在装点这个门的时候，命运之轮也知道说，哦，这个人已经在准备很多要让新恋人进来的契机，那我们就应该推动他。所以呢，你把这一个人的想象跟期待放在你的生活里面的时候，命运之轮就知道说，你已经把那一个人放到跟你一样的时间轴上面了，所以时间就会往你这边来，时间就往你这边对齐。所以你可能会在生活里面，在这些前面权杖四的准备之后，你会发现有一些同步的事情会慢慢的发生哈。譬如说，同一首歌，怎么最近常出现，而且不同的场合，或是你在看 YouTube 的一些影片，怎么大家突然都在讲一句话，譬如说之前大家都会说，你会被讨厌的勇气啊，或是大家都在谈论内耗啊之类的，你会发现有些词汇在反复出现在你的生活里面。这些歌跟这些词汇不重要，重点是反复出现。为什么？因为你跟它的时间的同步性跟重叠开始出现了。再来，有可能，你可能会有些巧合会出现，譬如说，你本来要坐某个公车啊，结果过站了，结果你下车等往回的，就会发现你遇见了好朋友、老朋友，或是你在坐车的时候，有人要跟你换位置。然后你很欣然的答应了，就一换发现附近的人有一个人跟你对到眼，觉得这个是熟悉的人，或是遇到一个热情的路人，他就跟你聊天。好，这些巧合，这些让你感觉到欣喜的巧合也会出现，这也代表什么？对方的能量跟你同步之后，好能量也在进来，会让你发现有很多喜悦、意外惊喜的喜悦会发生哦。再来。它还会发生一件事情，在命运之轮上面，就是原本停滞的计划，突然有很多外力在推动它了。原本没有方针、没有想法要怎么推动，就发现很多外力推动了。譬如说什么，公司的员工突然改变时间，调整时段，或是如果你是学生上课的时候，结果突然譬如说体育课或什么时间交换了，还有譬如说你参加一些活动比赛。就发现说，今天不能在这一个运动场比，要换到另外一个地方比，这是什么？命运之轮现在正在把你的时间表跟它的在对齐，在制造那一个能量以外的对齐的时候的预见。为什么？因为这个时间改了之后，你的行动就会改，就跟前面这一个那个换位置或是坐公车过站这样。它有一种看起来好像是不由自主的被推动到不同的时间点上，这个都是命运之轮在把你的时间表跟它对齐啦。所以呢，命运之轮出现的时候，就是轮子在转动起来了。所以你要做的是什么？跟上节奏，而不是硬要控制。怎么说？就像这个改变时间，你就不用去硬凹，不用去争取说不要了，我觉得原本的时间比较好，不要改变什么之类的。没有，命运之轮讲就是那就跟着去吧。跟着去吧。像那个公车的也是，可能过站的时候，你心里就告诉自己说过站了，那我就在这附近，我用走的走回去好了，我不用坐公车，我用走回去，看看这路上这里不常来的地方有什么，你就跟上这个节奏去，不要硬是要去把时间控制回你的这里，因为他命运之轮的创造出来的时间上的那个火花，其实就是在诱发很多你难以预料的巧合。然后，当你内心觉得好，那我就跟上这个节奏的时候，你心里会有一种答应了命运之轮说好吧，我顺着你走。所以命运之轮能量就会知道说，那我们现在就推动你去往更加速的方式跟它对齐。因为命运之轮它不是一个大齿轮，它是大齿轮影响了各个大大小小的生命里的小齿轮，那些微小的滚动都是很重要的关键，少一个你可能跟它预见的节奏加速或是巧合就没有遇到了。那命运之轮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是，它很喜欢设定在时间有限之内的一个相遇，所以当命运之轮出现的时候，它会比较着重于在一种短时间里面的巧遇。譬如说，你突然就像我刚前面讲的嘛，你突然去报名一个只有4堂课1个月的，
这个时候就是命运之轮喜欢的东西，他不太喜欢一种大时间的安排，他喜欢这个短时间的每一个运气的集中，所以加上权杖的4，你就可以尽可能的去安排一种类似跟4有关的，4堂课啊，4周啊，好，4次啊，这样子的，好，然后你会让你跟命运之轮和权杖4的连接比较强，都在这个小小的集中，而且它这个是没有吃亏的啊。你去参加的时候，你内在还是有更多的学习。记得你所有做的这些新的安排，都要跟你的内在提升有关系。好，还有命运之轮这边也在讲一个很特别的东西，有些事情的提早跟有些事情的延迟，它有可能都是好运进来的时候，因为宇宙安排的时间轴跟你安排的时间轴的概念不太一样。命运之轮跟权杖4安排的时间轴是要让你跟他相遇，而你安排的时间轴只是生活，所以这两个时间轴会不太一样，所以它会有一种外力进来把你改变，让你生活延迟，让你世界提早。记得刚刚前面讲的，就顺着节奏走就好了。还有心里要怀抱着期待，满心的期待，意外惊喜的发生，不要生气，不要埋怨，不要觉得好像整个宇宙都在找你麻烦，不要，你要把它当成这些延迟、提早跟更动是宇宙在偷偷给你的一个私密的暗号，因为我们抽到了命运之轮，要相信这个私密的暗号在时间这个概念里面转动。好，那这里命运之轮还在提醒你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允许你不知道的事情发生，你要允许你没有设计好的、没有规划好的事情发生，因为我们内心必须要承认，我们其实永远都不知道下一步是什么，但是宇宙知道，但能量知道。就像新恋人怎么到来，你永远不会知道，但是宇宙知道，能量知道。所以命运就在这边提示你，跟上这个节奏最好了，因为时空会自己在对的时间来接你过去了。好，那我觉得命运之轮我们从它的本质上来看的话啦，我觉得它其实是希望你去感受这个时间的感觉，他来的时间，这个人来的时间感觉是一种很有弹性的世界，所以你在生活上面跟朋友的相约或者事情的改变的时候，或是别人跟你说今天好不好，明天好不好，什么时间，其实你也可以变成比较松弛一点，就比如说好啊，今天也可以啊。那别人临时改成后天，就说哦好啊，后天也可以啊，明天也可以。然后或是整个行动上坐车的话，就觉得说好，朋友就说哦约这里约这里，那你原本比较喜欢 A， 那你不喜欢 B， 可是他们约来约去，你心里就要放的比较开，就说好啊，我没去那边过，我去看看。好，时间跟空间你都要变成一种很开放的心态，等着去看看有没有超乎你原本喜欢的规划跟习惯以外的计划，去开放自己的心态，去扩张你能去的地方。命运之轮也在讲这一个东西。那他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因为他在制造更多你跟他遇见的巧合啦。所以呢，命运之轮这边的祝福啊，从来都不是突然的、一夜之间的，而是什么？它整个风向变了，它整个风向，那你要顺着这个风来。这个风向，你突然感觉到这些巧合的出现，就是风向变了，那你就顺着那个风走，不要逆着风走，就像这个顺着节奏走就好了。那这整个故事线，你会自然的走上他们安排的那一条路径啦。那这两张牌呢，我们把它总结一下好了。其实宇宙要给你两个，其实今天这个讲的比较有点复杂，但是我觉得比较意义比较深，你可以再重复听没关系。今天这两张牌在讲什么？宇宙给你两个连续的讯息。第一，我们要先搭好一个让对方进来的门，然后之后我们要顺着齿轮的滚动进入那个节奏。权杖4教你在生活里面为爱要腾出一个对方可以容身的位置，所以你要开始整理，要有固定的节奏，要写下自我的价值，要准备一个有象征性的欢送的礼物在你的心里，或是实际上去做出来都可以。那命运之轮则是要你开始发现整个时间已经开始有弹性了，时间是有网络的，要让偶遇、巧遇、意外惊喜到处发生。
好，所有的改变你都要把它看成是一种机缘，所有的延迟都要把它看成是一种安排。这个就是神秘主义的一种奇妙的地方。而你唯一能准备的是什么？就是刚刚权杖四的你的内在的准备，然后外在怎样跟上命运之轮的节奏，那它会怎样？你就会跟上宇宙所安排的这个路径了。好，所以，我觉得他这里我觉得他其实是希望你看到一个东西，就是你不需要去这么用力的去抓到所有所谓的新猎人来的所有的答案，而你只要感受你生活的所有的变化，然后去欣然接受它，然后在心里告诉自己说：好，我相信这都是宇宙的安排。任何的改变就是说：好，我知道了，好，我知道了。你相信这个宇宙的安排，在这个能量的安排，你顺着走，他们自然而然的就会把你带到你跟他的交汇点。心态要保持弹性就对了。我觉得这是这2张牌要告诉你的事情。来，我们来看到第2题哦。第2题这边有提到的是，在先恋情出现前的时候，我们的个人的突破啦。哦，那这个时候给你一个小小的一个情境，你感受一下哈。请你先闭着眼睛，轻轻的把手放在胸前，感受你的心跳。哦，然后不是为了别人，而是先为自己。深呼吸，告诉自己我已经走了很长的路了。然后吐气，告诉自己现在是属于我自己一个人的时间。好，来，那我们这一题呢，我们谈的不是如何对待别人，而是如何突破自己，要让这份新恋情，让爱更容易找到我们。好，那第1张牌是金币9。金币9在个人突破的能量里面呢，是在希望你能够享受自己的果园啦。金币属于一种很棒的土能量的代表，它其中象征着稳定、具体，然后又是一个可见到的一个成果的概念。那数字9呢，是一个差一点点就圆满的一个状态，圆满未完的状态。收获在手，但旅程仍然需要延伸。金币9在画面里面常常是一个身穿华服的女性，然后身边盛开了繁盛的一个葡萄园，象征她靠自己的一步建造出来的她的生活啦。所以这张牌在个人突破的位置上，宇宙要给你的讯息是：先肯定自己已经耕耘的成果，你才有其他的余裕去迎接新的人，懂吗？我再讲一次哦。你要先肯定自己已经耕耘的结果，你才有其他的心力去迎接新的人。那我这边有大概写下了3个东西跟你说哈。第一，一个人的独立并不是孤独哦。金币9的能量在提醒你，能独立处理生活的细节啊、经济啊、心理的需求，并不意味着你不需要爱。它代表你已经站在一个可以选择我要谁而不是我需要谁的基础上。这份基础呢，正是爱情最好的土壤了。那第2件事情呢，就是享受自己创造的风景。你可能已经拥有一些小小的成就，一份稳定的收入，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一个能让你放松的爱好，一个能让你放松的兴趣。所以呢，请允许自己每天去看见这些果实。有什么？有成就，有收入，有自己的小小的房间的天地，还有自己的兴趣，这些都是你创造出来的果实。就像在葡萄园里面散步，摸摸这些叶片，闻闻这些果香，这些都是你给你自己最真实的礼物。那么第3件事情呢，让美成为突破。金币9常常跟审美连接在一起，穿一件让你喜欢的衣服，然后买一朵花送自己，那在你的书房里放一张你喜欢的画，而这些都不是虚荣，而是把自己放在被美好对待的位置。那怎么对待？就是你要先善待自己。这些的对待呢，你会为爱情设下了什么新的标准？只有能善待自己的人，那个能善待你的新的爱情才会进来哦。
所以这里呢，要让你看见你的突破，而不是拼命要成为谁啦，而是放松享受你已经是谁了。所以在这份享受里面呢，爱会自然的靠近，就像果园的葡萄成熟的时候，鸟群会自动飞来。你不需要大声的呼喊，你只要静静的照料就可以了。那些香气就会在你附近的所有的环境的空气里、风里面传开。你好好的享受在这里就好了。来，那第2张牌权杖9的逆位，我们这边个人突破讲的是要放下过度的防御。权杖本来就是一个很美的火能量了，它象征着一种行动，一种意志。然后这里也是9，数字9在权杖里常常带着一个守住最后一个关卡的那一种紧绷感。正位的权杖9是一个受过伤却仍然紧握权杖、全身戒备的人，但是在逆位的时候呢，这份防备会变得很过度了，甚至让你误以为爱情是一个随时都有可能受伤的战场。那我觉得权杖9的逆位在这边是宇宙想要提醒你，个人突破的另一面呢，就是你要允许自己放下所有的武装跟盔甲啦，因为它逆位了，你所有之前那一个守住最后一关的概念，他希望你能够放下。那我写下了3个内容，第一，你要承认自己曾经很累，也许过去的感情让你已经非常受伤，遍体鳞伤，所以你在心里筑起了一道城墙，但长期的防备会让这份爱的靠近变得越来越困难。所以逆位的权杖9呢，要你先允许自己对你自己说，我真的累了。那你不要把它当成这是一个软弱的表现，而是要把它当成是一种我勇敢面对自己已经累了的一种自觉。第2呢，是要选择性的打开门。你不需要马上完全卸下防备，只需要选择性的对某些安全的人、友善的环境，大概放下我觉得3成左右的警戒就可以了。比如说你在朋友的聚会上面呢，允许自己多聊天，多聊一点，不用太多，2-3成就好了。或是在课堂上面、学校上面主动问问题，增加自己一些小动作，一点点就好了。那这就是你给宇宙的一个讯号啦。你给了宇宙什么讯号？我已经慢慢的打开门了，我已经愿意的去尝试了。你这样子对待自己就好了。那第3呢，你要把原本的受伤转为什么？故事，转为故事哦。因为每一道疤痕都可以是一个力量的象征啦。你不需要对所有人去说明、去讲述、去解释。但是当对的人来的时候，你愿意分享一点自己的故事，这会让彼此的连结更真实。然后关系的突破或是你自我的突破，不在于要多完美，而是在于你要多真诚。所以当把你内在的受伤转化成故事的时候，你就能够跳脱出来，好好的去分享这些事情，而把你的那一份真实也分享出去了。所以逆位的权杖9也算是一种警告，但我不会觉得那么严重到警告，我会觉得它是一个很细心的温柔的提醒。他在告诉你说，不要把爱情当作考验自己的能耐。再说一次不要把爱情当作考验自己的能耐的一场关卡，不要。自我的突破不是要你再忍耐一次，在权杖9逆位的概念上是，它需要你学会在适当的时候放下战场。你的心不需要永远处于对于新的恋情、未来的爱情靠近的时候，永远都是备战的状态。你的心值得回到一份平静，值得打开门，一点点门打开一点点，逐步的迎接喜悦就可以了啦。这个就是逆位的权杖9在讲的。那么这2张牌其实是要告诉你说，要让爱在自我突破后找到真实的你。金币9跟权杖9的逆位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对比啦。一张
是果园里面的一个丰收，一个是战场里面的疲惫。我觉得宇宙的讯息是要你的个人突破在平衡与自足跟放松，对自己很满足的情况下，但仍然放松哈，面对未来的一切。金币九啊，教你看见你已经拥有了足够的果实。爱情啊，不会是你缺少了什么，而是你愿意分享什么。你越分享自己所创造的生活，就越散发出一种值得与他人共享的磁场。那是一种不焦虑不急迫的吸引力。那权杖九的逆位在提醒不要因为过去的伤就一直握紧拳头。你的警戒虽然保护了你，但同时也关上了爱进来的门啦。要突破，就是允许自己休息，允许自己卸下一点点的防备，允许自己承认我也想要有人陪。承认自己我也想要有人陪，不是一种懦弱而是一种面对自己的需求的一个强大的勇气。这个观念要改一点点要换一下。所以当这两张牌一起出现的时候，宇宙是在告诉你说啦，真正的突破啊，不是让自己变得更强硬，而是让自己变得很柔软所以你可以把今天的这个讯息当成是一种对自己的下达口令你可以这么说：我享受自己，也愿意被新的爱靠近。我享受自己，也愿意被靠近。所以当你每天都这样对自己说，你不用真的说出来，你在心里对自己做这一个肯定，那么你就会再次闻到这个葡萄园里面的香气，而这份香气就会传得更远，然后你墙上的门也会逐步的打开，会有光进来爱啊，不是考验你能忍受多久了，而是回报你敢不敢放松其实就是要慢慢的放松去面对，要打开自己的心房去面对所以在这两张牌呢，我们再想象一个画面想象你自己坐在果园上的长椅上面，手拿着一本书那你不需要自己翻阅，而是风轻轻的吹来翻过一页这种轻松自在放松的感觉，你可以好好的感受。然后在远方，你大概看到了有个人沿着小径，沿着小河走过来，他慢慢的推开门，他并不是闯进来，而是被你这一个果园的香气所吸引然后这时候你抬头，他刚好跟你对上眼，然后那一刻你会知道，原来你之前的突破自己是在让一份新的爱情有路可循，而轻盈的慢慢的走到你身边。好，我们来看到第三题第三题我这边写下的是相遇的场景这边有权杖侍者跟圣杯十。来，我们一样先描绘一个场景你刚走过一条刚下过雨的街道，空气里还带着那一种泥土翻新的味道，还有一些植物的青草的香味那你手里刚好拿来一本刚借来的书，或是一杯还有一点点热气的咖啡就在这样平凡却真实的时刻，你的故事开始转向了这是一个心境的场景所以我们回到这一题，我们要看见的是新的爱情将在什么样子的场景里与你悄悄的交汇啦。那权杖侍者呢，在相遇的场景里面讲的是一个新的开始的边界。权杖侍者是火元素里面的孩子他很年轻，很好奇，手中会拿着权杖，像是刚踏上旅程的一个旅人啦。侍者在塔罗总是一种开端跟探索的能量。当这张牌出现在相遇的场景时，宇宙其实在提醒你的新恋情会在一个初次尝试的场合出现。什么叫初次尝试的场合出现呢？这里我写下3个状况第一个，新环境，可能是你第一次踏进的一个咖啡店咖啡店或是一个新开的展览或是你第一次去的书店也可以，甚至一条你平常不会走的一个小巷子你今天心情想换一下，你知道这里也是能够回家的路，你去换一下那侍者的能量强调的是第一次，所以这样子的空间里面你会遇到跟自己频率有所呼应的人，而且场景也换了画面也换了，
你的心境会有一种新的打开。那第二个呢是新的活动、新的事件哦。权杖侍者也象征某种学习与尝试，因此相遇的场景可能是新的课程、工作坊，或是你加入一个新的社团哦，或是任何可以让你觉得新鲜的什么体验的一个场合、事件哦。那在这个地方，你们的共同语言啊，你会认识一个跟你有共同语言的新的人，然后会从这个我也是第一次的话题开始。哦，你第一次来啊？对啊，我也是第一次来啊，对这个很有兴趣。从这个时候，你们会有新的话题展开啊。第三，你要有新的心态，更重要的是，你的心会带着一种准备好去探索的一个状态啦。所以，当你不是为了寻找爱情而出现，而是单纯的想要接触新事物的时候，爱情呢，其实也会悄悄的随之而来。因为在那一刻，你没有过多的防御哈，而是散发着一种真诚的好奇，完全的开放。这个就是侍者所要带来的最有魅力的能量的所在啦。所以呢，这里是要提醒你你要留意那些让你有新鲜感的场景哦。我觉得那可能不是都是一个华丽的舞会啦。有的时候是一种小小的陌生的场域。当你踏进去的时候呢，火元素尤其侍者所带来的那一种新活力的火花就会燃起，会照亮什么？你未曾遇见的对话，未曾遇见的人。那么圣杯十呢，在相遇的场景里面讲的是什么？共享喜悦的一个氛围啦。圣杯属于一种很强的水能量象征情感跟连结，还有心灵的交流。所以数字10，我觉得它是一个水能量最饱满的涨潮最满潮的一个状况。一家人站在彩虹底下然后你会看到有孩子在奔跑嘛，然后父母拥抱，这是一个群体幸福的牌啦。当圣杯十出现在这样子我们在提的相遇的场景的这个题目里面的时候，宇宙是在告诉你，这份爱将在一个温暖、充满笑声以及共享的场合里面诞生那它会有什么？第一，可能会出现在家庭啊与朋友的一个聚会，所以圣杯十经常会指向于一种我觉得是熟人带来的一个场合啦，可能是朋友的那个生日派对啦，或是家族聚餐啊，或是某个庆祝活动，这些都不是你刻意要去寻找的一种事件，而是你因为有人邀请而出现的场合。所以在圣杯十里面爱会在这里以什么方式让你靠近它？叫做被欢迎、被邀请，一种被动的状态，你会进入这个遇到新的爱的一个场域里。这是一个重点。那第二件事情呢？圣杯十所带来是什么？喜悦的社群也就是某种庆祝啊、庆典啊、音乐会啊，或是假日市集啊这样子。因为重点不在于这个场地有多大了，而是这里的氛围充满了一种共享快乐的感觉。当大家同时为了一首歌鼓掌啊，为了一场烟火欢呼或是你的心会在那一瞬间跟另外一颗心共振，好像跟大家都有一种共感这个就是所谓的分享喜悦的一个社群啊。那第三呢，我们要讲的是圣杯十里面彩虹的一个象征圣杯十里面的彩虹是横跨整个天际的啦，然后杯子排列在上面这个彩虹的意象其实是在提醒我们，你们相遇的场景会带着一种很圆满的颜色。它可能是一场下雨过后的什么聚会，黄昏之后的一个散步，甚至某个人突然对你绽放着某种微笑这种很美妙的心灵的颜色会让你确信所有的小片刻，这些小片刻，这些小幸福、小幸运的小片刻，都是能够让你值得记住一辈子的一个瞬间。这个就是彩虹的象征。所以这里的水能量，其实在告诉你这份爱的靠近，任何爱的靠近，不需要在你孤独的时候才发生，而是在人群里面的某个角落的一瞬间的闪光。你不必担心被人群所淹没。
因为当两颗心非常靠近、非常有共鸣的时候，你会在非常嘈杂的众生吵闹的喧嚣里面，你们会彼此的很自然的就辨识到彼此，会出现在彼此的视野里面，不担心所以这两张牌其实在讲的是什么？你们的相遇应该会在新鲜的场合跟喜悦的场合的交汇点的时候出现。权杖侍者与圣杯十会在你相遇的场景里面画出两条线一个是新的开始，另一个叫做共享喜悦嘛这个想相交出来的一个状态就是爱会走进你生活的一个交集时刻啦。权杖侍者提醒你要勇敢的踏进新鲜的场域，无论是第一次的尝试的课程陌生的展览或是新朋友的邀约。我非常着重新朋友的邀约这件事情因为新朋友的邀约有的时候已经过滤了，已经筛选出新的陌生人的出现其实我觉得比较着重在这个新朋友的邀约那这些所谓的初次见面的火花会让你散发出什么？你本来的那一种很 pure 的年轻的能量了，而这些能量正是你吸引新的爱情进来的一个灯塔跟光芒。要记得圣杯十在这边告诉你说，爱它不会独自降临啦，而是会包裹在一种集体的喜悦里面。所以合乎上面所谓的新朋友的邀约你就跟着大家一起去，你会发现自己的笑声被拥抱或是大家的鼓掌之间就在那些片刻，你会跟某个人对上眼那一刻你会感觉到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彩虹的意象了。所以这两张牌排列的时候，宇宙要给你的讯息是爱情的场景从来就不孤单，也不会喧闹，而是在一种新鲜跟清晰的分享喜悦的空间里面找到平衡之后，你不用特别去强求，只要你愿意出现在那个地方那个爱，新的爱就会随之而来的到你身边，你们会辨识出彼此的存在。所以这里呢，我们一样再下一个对内心的一种肯定的口号命令，你可以跟自己下一个命令我要走进新鲜的场合，我也要走进分享喜悦的场合我也是一个新鲜的人，我也是一个成长成新鲜的人，我愿意进去那一个分享喜悦的场合里面分享我自己你每天轻轻的跟自己这样子说的话，你就会很享受在雨后的街道的那种轻松的感觉，会很享受朋友的聚会里面你在那里的那一种喜悦，分享自己的那种喜悦还有分享自己的每一次的成长的新鲜感，或是第一次去上课的一些场合里面然后你会发现旁边有些陌生人或是刚认识的人，你们的眼神跟心灵有对到，而且很契合，所有的话题也很契合但是记得你要愿意出现在那些地方那最后再给你一个画面它就很像是说夜空里挂着一个彩虹般的一个霓虹灯然后你手上拿着饮料，在人群中自由的移动，然后感受其中的笑声音乐然后这时候有一个人转过头来，眼神跟你交汇，你知道那不是刻意的安排，而是宇宙最自然的一种什么设定，好像你就该走到这个位置，好像他就该在你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回头看你一眼所以那一刻你就知道爱的场景已经在你的脚下展开了。好，我们现在来到了第四题第四题我们要探索的是他是谁然后我们抽到了宝剑国王跟塔牌的逆位。那这边一样，我们来塑造一个心境的场景你可以先深呼吸一口气然后想象夜晚的天空有微风正在轻轻的吹过你在这里寻找某一个人的轮廓，那是一个未来会跟你眼睛对视的一个人。好，你在这个心境里面思考一下。然后呢，我们回到这一题我们要描绘的是他是谁。第一张宝剑国王，在这一题里面，我们感受到了理智跟清明的一个风能量。宝剑属于一种很美的风元素啦，它象征一种思想、语言还有判断。那国王呢，则是这整个风元素的集大成啦。
然后它也象征了某种风的权威哈。所以当宝剑国王出现在他是谁的位置上的时候，宇宙要给你的提示是，他绝对是一个头脑非常清晰、说话很直接、非常擅长用理性看待世界的人啊。那他会有3个本质。第一呢，他是非常理性的人，他常常在混乱的局势里面会看到事件的本质，他不会被流言所左右哈。也不会太容易被情绪所牵引，所以他的强项是把一些复杂的问题化繁为简啦。所以当你遇到他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人好像总能切中所有事件的核心哦。所以你在跟他对谈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不用解释太多，你不用用不同的句型去解释同一件事情。大概点到为止之后，他立刻就能切中核心了，推理进核心了哈。他就是这么理性的人。那第二件事情呢，他是一个很擅长语言的人哦。因为宝剑国王本身跟语言这个概念有紧紧相连啦，所以他很可能什么擅长书写文字，也可能擅长演讲。那甚至他的工作有可能是教学的。那他在专业上面可能有课程。因为这些都是需要表达能力很强、很清晰的人所以在这个上面他有这个特长啦。所以你与他对话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一种诠释所有事情非常干净而不拖泥带水的一种风格哦。他的话应该不会太多，但每一句话都能够像前面一样切中核心，讲得一清二楚。第三，他应该是一个很公平的人，对整个世间上的事情公义啊、公正都很在乎。他对于真相有着强烈的追求，也许他在生活中有严格遵守某些原则啦，所以你有的时候跟他相处会觉得他很冷漠、很冷峻但这并非他是一个很无情的人，而是他非常在乎跟坚信事情的清晰清楚比模糊更怎样？更能够守护我们彼此的心灵。他的角度是这个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宝剑国王的能量有时候会让人觉得很有距离，但是不要忘了那是风的特质加上土它不会抓住你，但会让你呼吸很顺畅它是这样子的一个风能量。他是那种能给你非常宽广的思绪空间的人，他不会用情绪绑住你的。那么我们再看塔牌的逆位这是他的另一面是一个还在自我重建中有所挣扎的人这个是他可能内在隐藏在宝剑之下的另外一面我们塔牌逆位有翻出来。那塔牌本来在这些大的牌里面代表着某种剧烈的转折啦，通常象征着突如其来的崩塌跟某种真相的揭露。但是呢，当塔牌进入到逆位的时候，它透露出来的是一种它正在经历某种重建的过程啦。这意味着它刚好从内心或是生活上某些动荡跟挑战，或是从某种挫折与失落之中走出来。所以会有哪3个特质呢？第一，它应该是一种正在内在自我修复的人。因为塔牌的逆位往往代表一种余震了大地虽然不会再剧烈摇动了已经不再崩塌了，但是还有一些碎石块需要清理，因为要重建嘛。所以他可能刚经历过重大的人生事件有可能是一段关系的结束啊，或是一份工作的转变啊，或是一个对世界的信念的崩毁正在重新整理。那现在的他怎样？他正在努力的站稳自己的脚步，找到自己的路径。第二呢，他是一个很谨慎的人，因为经历过塔的崩塌之后，他会比别人更懂得稳固的重要，因此他的脚步可能会比以前更谨慎，甚至带有一点防卫我们这边要说的是，他不是冷漠啦，而是他怕自己再一次投入到错的建筑里面他会再让这件事情再崩塌，所以他现在开始做任何事情会比以前再更加的谨慎。
所以会让你觉得他一开始还挺慢热的在这份关系里面，但同时也代表着他不会怎样随便给予承诺那第三，当然就是讲到他现在是一个正在内心重建、重生的人啦。塔牌的逆位意味着在废墟里面能够看到什么新的基底跟新的创造的契机，所以他正在寻找新的生活的方式、新的价值观。所以当你认识他的时候，他可能还没有完全准备好，但正因为如此你会看见他有一种很挣扎、很努力在重建自己的那什么真实的那一面。他不怕把这一个真实的那一面显露给你而这一面反而会让你觉得他很贴近。所以这里要提醒你你遇到的他可能刚好不是他最完美的时候，可能带着一点伤痕可能正在重建自己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已经在夜晚了，大家都已经回家了，然后休息了，可是他仍然在工地里面一个人安静的做着那一个未完成的一个工作了。然后在这个时候你看着他的时候，虽然很辛苦，虽然有所破碎，可是你会觉得这个人的身上带来什么充满未来的希望的感觉。所以这两张牌带来的是两个东西第一，一个非常理智的风能量，跟一个正在努力重建自己未来的一颗心宝剑国王与塔牌的逆位把它描绘成一种矛盾可是很真实的人。一方面是风的化身，非常理智，非常冷静，非常善于分辨事情，能够在混乱之中找到方向。另外一方面，他又刚经历了这些风暴可是刚好可以利用宝剑国王的这一种找到方向跟理智，在废墟上面重新的快速的重建自己。所以这组牌是在告诉你它是有裂痕的但是他是在这些裂缝之中努力成长的人。你可能会在对话中先看见他的冷静跟原则，但随着时间慢慢的相处，你会发现他其实还在修复自己内在的伤口啦。他的很多的理智都不是一种冷漠冷淡，也不是拒绝，而是一种保护，而是一种慎重而尊重你。他的努力重建正代表着什么？他仍然相信未来的世界，你或他都值得投入所以宇宙其实要你明白，在他是谁的这个题目他并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而他是一个正在重建路上的人。这样的人一开始虽然会有点冷漠虽然一开始会带来一点距离感，但你慢慢会发现他非常的真实以及诚恳，然后会让你感觉到非常罕见的安全感，因为他非常慎重的对待人生与未来。他会慢慢的把门慢慢的为你打开，不是因为你在催促或是你在附近，而是因为他愿意在你面前放下他这些理性的坚持，还有他宁可自己一个人的那一种孤单，他放下了。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再对自己给一个口令，就是我愿意看见他的理智，我愿意陪伴他重建你用这个想法去想就好了当你有心理这个准备的时候，你就是准备好迎接这一个人，一个在风能量里面保持高度的清晰，可是却能够独自在废墟里面仍然的相信光跟重建的人来，我们来看到第五题第五题要讲的是如何靠近然后我们有金币侍者跟战车牌。这里呢，一样我们要来先塑造我们内心的一个情景请你先想象自己站在一条延伸到远方的道路上阳光普照大概是清晨的阳光刚绽放出来的那一个阳光的斜角你手里拿着一封信，或是一份刚开始的一份心意，你心里知道有人在前方等着你，但你也在问我该怎么往前走，我该怎么样才能靠近。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金币侍者跟战车牌要告诉你的一种姿态跟节奏啦。那金币侍者在讲的是一种带着真实与学习的心。金币侍者的土能量象征踏实与开端，我们刚前面讲了都是一个新的开端的开始。侍者的身份总是有一种学徒跟探索者的一个状态，所以当这张牌出现在如何靠近的位置上的时候，宇宙给出的讯息是靠近的开始，
不是炫目的，而是真诚与专注的。那它有什么内容呢？金币侍者，他像是带着一份小小的心意。金币侍者手里拿着一个金币，象征的具体的表达。这意味着你的靠近可能是一个很小的举动，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分享的连结，可能是一个饮料的递出，小小的饮料。它的开端没有非常隆重，但必须要非常真实。那还有什么呢？第二个，要保持学习者的姿态，要保持学习者的姿态。那侍者的能量提醒你，在这份爱情靠近的时候，不需要急着表现着完美，而是带着想要了解对方的好奇。这份好奇呢，比任何技巧都能够打开一份对话。你不必有所有的答案，你只要真心的提问，或者真心的回答他，你怎么想的，你喜欢什么就可以了。那再来呢，土能量的稳定，代表着金币侍者的节奏比较慢啦，但是也是比较稳重的。他比较不会冲动行事，而是透过着一步一步的接近，让彼此的信任增长。那你会感受到他的靠近不是短暂的探索，而是细心的经营的一个态度。所以呢，这边要提醒的是，你们彼此靠近的第一步，都不是为了让自己变得很耀眼，而是在学着让自己更加的真诚。所以金币侍者的能量在说，当你们彼此都以学徒的心慢慢的靠近的时候，爱会因为你们彼此的谦虚跟专注而放下戒心啦。再来战车牌，代表着某种决心与方向感。战车在整个能量上是一种控制与前进，它象征的某种意志、决心，以及拉扯之中保持对的方向。所以当战车牌出现在如何靠近的时候，宇宙在说，当你们彼此准备好靠近的时候，其实你心里可以选择一个方向，你想要走到哪里，并勇敢的走下去啦。那它有什么内容呢？第一，下定决心的一份力量。战车牌在提醒你，爱情需要一些行动。如果你感受到它的出现的时候，你不能只停留在心里想要被靠近，而是要让对方感受到你也选择了靠近他。无论是提出邀约或者主动开启对话，或是在生活中群体中特别关心对方，这些都是战车牌所要给你的某种步伐啦。那第二件事情是需要有一些平衡的掌舵。战车牌的图像里面有2只完全不同的野兽嘛，它象征了一种拉扯跟什么差异啦。在你们彼此靠近的过程中，你可能会感觉到我会不会太快还有它会不会太慢这些拉扯可是战车牌在教你说，这些掌舵的平衡感是你内心的心，而不是恐惧。在这份快与慢之间，你要找到你们的节奏，不要想太多，你找到平衡就可以了，然后让时间慢慢的推进你们的靠近就好了。那第3呢，是要有勇敢表达的心意。战车牌在这边它其实是一个寻找旗帜或是带着旗帜往前行的一张牌啦。这里意味着说，你们彼此都需要有勇敢表达自己想法的一种意图。这边讲的不是告白，而是让彼此知道说你的在意，他也要表达对你的在意，让彼此的存在感上升。哪怕只是一句说我今天很高兴跟你一起出来，我今天很高兴能够遇见你。这些轻盈简单的对话都能让你们彼此的靠近更清晰啦。所以呢，战车牌讲的是一种不要犹豫，而是明确。所以当你确定你们彼此在靠近的时候，记得不要反复的怀疑跟拉扯自己，因为爱的回应有的时候是很勇敢的，它不是很摇摆的。那这2张牌的结合，金币侍者跟战车牌，其实把如何靠近彼此的这一个题目分成2层。第一层是我们要真诚的学习，第2层是我们要勇敢的行动。金币侍者提醒你，靠近并不是需要华丽的
只要真实，小小的问候、具体的行动、专注的聆听都是一种强而有力的开始。所以当你带着一种学习的心靠近的时候，对方会感觉到安全啦，因为你不是要占有，而是想了解。那战车这边是要告诉你说，靠近永远不能只停在起点，而是当你觉得已经准备好了，就应该带着决心往前，彼此都一样。那它所代表的不是一种剧烈的推进啦，而是两个人都很清楚知道方向在哪里。那两个人要让彼此都知道，愿意付出时间跟注意。即便不用急着就一定要到某种确定跟终点，但是这一种推进要慢慢的、稳稳的往前行。这个战车牌它不是冲锋的，它是慢慢的滚动往前行的。所以在这里，宇宙的讯息是要告诉你们说，你们两个人的靠近要从一种非常从心里开始行动的一个旅程。它会从小小的金币开始落实在一种初步的、具体的、简单的问候。然后再慢慢推动到战车牌会发现两个人都有共同的路径跟未来想走，可是需要一些分享跟告诉那这样子的慢慢的靠近呢，两个人就不太会感觉到对于未来的害怕，反而这份靠近会让人感觉到安心以及真诚所以呢，你要明白当你每天提醒自己，只要我够真诚然后我对于我已经看到的爱情，我有决心靠近的话，你不断的这样提醒，你会发现这份靠近并不是一种压力而是一种简单的、自然的节奏然后这份靠近的旅程早就已经开始了，你会慢慢的体会好，那这就是第一张牌的5个提问每一张牌都讲得很仔细，希望给你一些我觉得除了塔罗给你的一些方向感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些心灵的启发能够分享给你那就先这样，谢谢你来听很长祝福你。来，我们来开始从选择第2号牌的第一题我们会有5个提问，每一个提问会有2张塔罗牌都讲得很清晰你慢慢听。那我们来到第一题，第一题我们要问的是宇宙在找到新恋情之前给的提示是什么？那我现在先来一个情境你现在呢，请先把肩膀轻轻的放松，然后吸一口气，然后慢慢的感觉自己肩上扛着的东西已经慢慢的卸下，再来吐气，让那些不必要的重担滑落到地面那这一题我们要听见宇宙的第一语啦他在告诉你说，当你卸下不属于你的重要的不属于你身上的重量的时候一些其他人的责任或是压力，爱才会有空间走进来那我们来看到第一张牌权杖10的逆位，宇宙要给你的第一个提示是放下过重的责任，就是这里权杖10在正位的时候呢，画面里是有一个人很费力的扛着10个权杖嘛几乎看不到前方。这象征什么？这象征责任过重，或是呢为了到达终点而负荷太多。所以当他在逆位的时候能量就很清晰了你正担着超过自己应负的重量，需要什么？主动卸下。那内容有什么呢？第一个，你不必扛下所有人的期待啦。也许你在生活里已经习惯当一个可靠的人，替朋友、替家人、替同事承担许许多多的责任。也许你能力够强但在爱情里面你过度的承担会让你什么？失去呼吸的空间。宇宙要你知道，爱情不是一种背负，而是一种并肩。那第二件事情呢，是学习说不。逆位的权杖10在提醒你勇敢拒绝。勇敢拒绝的时候，并不是自私，而是对自己诚实。当你愿意说不的时候，你才有机会说是在你这里会说是的时候，你才会给出真正重要的关系啦。因为这是一种选择的学习，也是一种对爱空出属于彼此的自由呼吸的空间啦。所以有的时候要学习说不那第三，
要放掉过度努力的姿态，这很重要哦，要放掉过度努力的姿态。有时候呢，你以为必须不断证明自己才配得上爱哈，但权杖10的逆位说，爱不需要你拼命扛着全世界才值得被爱啦。你要突破是要允许自己想要放松的时候就放松，不再用努力去换取被爱。记得重点在这里你要突破，思考上要突破，要知道自己不再只能用努力才能换取被爱这个是权杖10逆位讲的一个重点所以这里在提醒你你不需要带着沉重走向爱情，爱会更快找到你。当你敢卸下那些不必要、不需要也可以啦的一些承担，那轻盈的脚步呢，才能够让你更快的走进与新恋情相遇的位置。再来金币5的逆位，那宇宙的第二个提示呢，是希望你能够走出孤单的回圈啦。金币5在正位的时候呢，是2个人走在冰天雪地里面嘛，然后身后有一盏灯透过教堂的窗户照过来，可是没有照到外面你们必须要尽力进去教堂里面才有嘛。这里象征什么？一种孤立、缺乏，还有被排除在外。所以当金币5逆位出现的时候呢，宇宙的讯息是孤单的回圈正在打开你要被允许走进温柔里面啦。那内容怎么说呢？3个，第一，不要再把自己排除在外了。不要再把自己排除在外了。什么意思？也许过去你总觉得自己是圈子里的边缘人，或者在爱里面被视为忽视的一方。逆位的金币5在说，这种状态即将转变。你会慢慢发现自己其实已经有门票了，可以走进去这个教堂里面，可以走进去爱的世界里面了啦。所以不要再把自己排除在外了第二点呢，要允许自己可以被帮助。这张牌也在提醒你你不必总是一个人撑过难关。当有人伸出手的时候呢，请学会接住然后接纳帮助。因为接纳帮助呢，并不是一种脆弱的表现啦，而是让连结与他人的连结发生一种你愿意伸手去接住的勇气。爱情往往是在接受的那一刻诞生，而不是只靠付出记得这已经跟前面有所对应了第3，相信缺乏会结束相信缺乏匮乏会结束。金币5逆位带来的困境的缓解的能量啦，它就像冬天过后的第一道春风，告诉你说孤立只是暂时的，温暖终究会回来所以孤立只是暂时的，温暖终究会回来。宇宙其实是要把你从寒冷的路上牵进去屋子，不要让你再独自受冻啦所以这里所谓的相信缺乏会结束，就是这个困境会被缓解，你内心要充满这份希望那这里其实就是在提醒你，孤单不是你拥有的朋友啦，永远的朋友不是永久的朋友。当你开始允许自己走进人群，接纳朋友的帮助接纳朋友的介绍，你就已经把有可能的爱重新放回你的生活里面了。你不用再一个人独自忍受风寒了，大概是这个意思你内心要先温暖起来。所以这2张牌在讲一件事情要卸下重担跟走出自己内心的阴霾啦。权杖10的逆位和金币5的逆位呢，给出宇宙的提示是这样子的，连续的先卸下才能走出来。卸下的是过重的责任、过度的努力，还有他人的期待。走出的是个人孤立的模式，然后个人缺乏匮乏的感觉，还有把自己排除在其他人这个圈子以外的这个习惯加入他们吧。所以当你放下肩上的10根权杖你会发现自己腰会打直了，然后终于看见前方的光了。当你走向亮着灯的窗户的时候，你会惊讶的发现那道门教堂的门从来没有锁过，那是因为你把自己排除在外了。你之所以会在外面受冻只是因为过去不敢踏进去了。所以宇宙在这里是要你学会，爱不是在加重，
而是慢慢的减轻；不是在孤立，而是慢慢的走入人群。这个减与减少的减，这个减与走近，就是你找到新恋情的第一步。当你轻盈的时候，爱就会有余裕靠近，爱就会有空间靠近。当你愿意走进温暖的时候，爱就能够与你相遇了啦。所以呢，你每天都可以对自己说我要卸下他人给予我的重担，我要试着走进温暖里面。当你每天这样提醒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生活开始会变得不同。有人会邀请你，有人会伸手给你，有人会与你并肩走路走在一起，走向未来。因为你已经准备好从孤单的冰天雪地里面呢，走进灯火的教堂里，或是他人的邀请进入一个屋子里所以这里结尾的话，我大概可以想一下当你放下肩上的10根权杖，雪地就会变得很轻盈你走起路来也会很轻盈。然后前面有一扇透着金色光芒的窗户你走上前，把门推开，就会发现屋内有一个火炉正在暖暖的燃烧着，然后里面有个人抬头微微笑说：“你终于回来了。”大概是要保持这样子的心境去迎接爱情进来。不要把自己关在门外，不要一直扛着别人的重担在冰天雪地里面行走。来，我们来看到第二题第二题是宝剑皇后，还有权杖1。那我们试想一个心境现在我们都先试着去塑造一个心理的心境想想手中握着一把透明的剑，它很冰冷，但是却很闪耀然后另一只手呢，同时点燃一支火把照亮前方的路因为这一题我们要理解的是如何在冷静与热情之间完成个人的突破，然后呢，让爱能够找到路靠近。所以突破个人突破这一题的第一个是宝剑皇后，这里代表的是什么？清明的风，然后要整理你内在的界限。宝剑皇后的风能量是思维与语言的化身啦。她是一个经历过伤痛但仍然保持清醒的女性当这张牌出现在个人突破这个位置的时候，宇宙在提醒你突破不是更多的付出，而是更清楚的分辨。那这个内容里面有什么呢？有3点第一，你要建立界限。宝剑皇后最重要的讯息是清楚的说不。她在教你辨别哪些关系是消耗的，哪些是真实的支持。当你敢于画出清楚的界限的时候，你就不再把自己消磨在不值得的人的身上了啦。这是爱能靠近的第一步，你不会再被错误的人所缠住记得建立界限。第二呢，要用理性照顾自己。这张牌是在鼓励你遇到情感纠结的时候不要只问我感觉如何，也要问一下说这对我是否公平这样子的冷静并不会让你太过冷漠而失去爱啦，而是让爱更真实。因为真正的爱并不怕被理性检视，所以你记得要时常学着用理性照顾自己。第三呢，要勇敢表达。宝剑皇后象征清楚的语言啦。这个突破的第一步是在练习勇敢的说出自己的想法，即便只是对朋友说我今天想要自己一个人待着，我不想要出去这个是需要勇气的然后其实这种勇敢表达也是在练习你在爱情里勇敢的说出我需要，或者是什么我不愿意要开始练习。宝剑皇后就是希望你能够有勇敢表达的自己在爱情里面所以这张牌其实在提醒宝剑皇后的风虽然是非常冷漠冷冽的，但它能够吹散迷雾你的突破呢，在于你勇于清醒。当你拥有这样子的清醒的时候，你不会再害怕失去错误的人啦，因为你知道正确的人会因为真实而留下来记得这才是重点宝剑皇后希望教会你你慢慢的会在理智中学会清醒然后你不会害怕失去错误的人，因为你会知道正确的人才会因为真实的现实留下来记得是这个。
来，那第二张牌呢？我们要突破的是权杖一。权杖一讲的是火的萌芽跟点燃新的开始啦。权杖一呢是行动与创造的起点，它是一支刚被点燃的火把嘛，象征的热情、勇气跟新方向。当这张牌出现在个人突破的位置的时候，宇宙其实是在告诉你说，在清醒之后，你需要点燃新的火种；在宝剑皇后的清醒之后，你需要权杖一来点燃新的火力、新的火种。那内容有什么？第一个你要开始允许自己愿意重新开始。权杖一是一种新的篇章啦。突破，这里的突破意味着不再只停留在分析，而是允许自己可以立刻行动，无论是去参加一门新的课程，或是培养一个新的兴趣，或是踏进一个新的社群。这些行动呢，会让爱可能性的自然而然的增加啦。你必须要进入新的什么？新的环境、新的圈子、新的人际关系圈，因为那里有什么？有新的点燃的新的火种和新的生命力，所以要允许自己愿意重新开始在新的位置。那第二个，要带着勇气去尝试。你看，就跟第一搭配了带着勇气去尝试，因为呢，这张牌是勇气的象征哦。爱情不是等待宇宙单方面的安排哦，而是你愿意伸出手。点燃某个对话，开启某个邀请，哪怕只是一句话，我们下次要不要一起去啊？这就是火能量的开始。可以先询问，也许你会得到一个很好的答复。要带着勇敢去尝试。第三，要让行动承载的热情。权杖一不仅是火苗它需要持续的燃料，因为突破不在于短暂的冲动，而是把热情化为稳定的节奏。当你在生活里保持一个稳定的新鲜感的时候，爱就会被这个温暖吸引而来。你在生活里要保持什么？去寻找新鲜感的热情啦。要让热情成为什么？你生活的一种稳定的节奏，因为这节奏能什么？产生新的生命力，然后爱情就会被这股有温暖内在的生命力而吸引过来。火能量在权杖一的火能量讲的是这些哦。因为这边要提醒的是说，权杖一的火光它并不需要燃烧的非常剧烈，它只要这一个火把稳稳的亮着这份光芒就会告诉宇宙说，你已经准备好用新的姿态去迎接一段新的关系了。那宇宙就会接到讯息了，宇宙就会怎样？把路打开，你只要拿着火把，用宝剑划破迷雾，前面的路就会很清晰，勇敢的往前走就可以了所以这两张牌加起来的内容有什么？有风能量的脑袋清晰，跟火能量的点燃新生命力。它这里把你的个人的突破描绘的，我觉得它像一个协奏曲了。两个搭配中，先用风能量吹散迷雾，再用火能量照亮道路。所以这两张牌的结合其实在告诉你，突破既需要清楚的思辨，也需要勇敢的行动了。宝剑皇后提醒你，不要再把心力耗在模糊与消耗的关系里了。当你敢于画出界限，勇敢用语言表达，你就已经清除了阻碍让爱靠近，不再有那些杂草了。而权杖一则是告诉你说，突破不只是一个拒绝啦，而是一个开始。当你点燃了新的火苗的时候，生活会变得更有热度，你的眼神也会改变会非常闪闪动人，吸引到其他人。所以宇宙的讯息在真正的突破它的角度是，真正的突破不在于要忍耐，而是要创造。当你同时拥有清明的脑袋跟内在热情的勇气的时候，你就会变成一个既能看清楚方向，又能往前行动的人。这样子的人这样子的你不仅很有魅力，可以吸引到爱，而你本质上，即便孤独，即便自处，即便独处，你也能够承受、承载未来要靠近你的爱。你能够担负，你会舒适的担负着。所以你可以每天告诉自己说我需要有清晰的风能量的脑袋，去清理我每天的思绪，
而我又有火能量的生命力，让我每一天都重新开始。你每天对自己这样做提示的时候，你会感受到每天都在突破，每个小细节都有突破在发生。因为当你清楚的说不，又勇敢的说 yes， 爱情就会真实的在你旁边出现，你也有勇气去走到爱情的旁边，爱情也会随之而来的。来，我们来看到第三题。第三题我们要看到的是相遇的场景。这边是隐者牌、隐士牌跟圣杯六。来，我们一样先塑造这2张牌所给的情境。请你先想象自己走在一个安静的小路上，四周被夜晚的灯火，或是中午午后的金色的光芒包围着。你就想一下，它是傍晚啦，傍晚、清晨，或是正中午比较凉爽，有一点微凉的一个空气、一个天气的状况。那你走在这个小路上，脚步缓慢，耳边只有风声跟自己的呼吸。就在这样安静的时刻，你抬头看着远方，就发现有人正在等着。这就是这2张牌要给的你一个情境。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要探索的是什么？新的爱情会在怎么样子的场景里，慢慢的让你们2个相遇。所以呢，隐者牌、隐士牌这里相遇的场景呢，讲的是一个安静中的邂逅。隐士牌是一个深沉的能量，他手上有一盏灯，在我觉得在黑夜里前行，象征着内心寻找真理跟灵魂的深度。当隐士出现在相遇的场景这题的时候呢，宇宙其实在暗示这段相遇不是在喧闹的人群里啦，而是在安静与内省的氛围中发生。那会有什么？第一，安静的场所，当然是安静的场所了，可能是一家安静的咖啡店，可能是一个书店或图书馆的角落，也有可能是一场以学习为主的什么聚会。它可能会是这样子的空间，让你与对方能够自然的进入深度的对话。隐士牌的深度在这边产生了自然的深度对话。那这个深度对话呢，不是只是简单的寒暄问候而已它是有在交流、互动、沟通的。那第2个呢，是带着思考的活动。隐士牌也象征某种很深层的学习跟探索啦。你们的相遇可能发生在课程，或是一个研究的小组，或是工作坊，甚至是一个身心灵相关的活动。当你带着某种探索的心情来的时候呢，你会遇到跟你一样也想要寻求探索的人啦。所以这里要进入带着思考的活动。第3呢，1对1的互动。隐士牌的氛围不适合人很多啦，它更多的是一种小规模、深度的交流。也许你和对方最初的相识是在一个2、3个人的对话里面，不是一个大型的聚会。因为在这样小型的安静的场合里面，你们的灵魂比较能够遇见灵魂啦。内心的对话比较深沉。记得这3个步骤。所以这张牌在提醒你，爱不一定是要非常热闹的场合才会变得比较显眼，它有的时候必须在非常安静之中才会变得亮眼啦。所以当你放慢脚步的时候，宇宙会在某个灯火温柔的地方，把你们放在同一条路径上对齐。再来圣杯6讲的相遇的场景是什么？熟悉的、温暖的。圣杯6的水能量呢，象征某种回忆、跟童年，还有温柔的分享。牌面上我们常见到一个小孩子把花递给另外一个小孩子嘛，这种只是一个单纯的美好啦。可是当圣杯6出现在相遇的场景的时候，宇宙的提示是，爱会在一个熟悉的温柔情境里靠近。会有什么？第一，熟悉的温柔会有什么？就地重游，可能是你过去常去的地方，小学常去的公园啊，或者去看你以前念的小学啊，或是以前住过的社区，
或是你很印象深刻的一些旧街区，会在这样子的场景里面呢，你会遇到一个让你感到似曾相识的人哦。好，这第一个。第二呢，会有熟人的牵线与介绍。圣杯6也代表来自熟悉的关系的介绍哦，也许是朋友的安排、家人的安排，或是同学会之类的安排。在一个让你觉得安心的、熟悉的旧的社群里面呢，爱情的种子也许会在这里自然的发芽哦。第三，回到这里了，童心未泯的氛围哈。这张牌带有一种很纯真的能量啦，可能是一起去参加一个轻松的活动啊，例如一个 game 啊，游玩的地方哈，游乐场哈，或是艺术展，或是与小孩有关的一些场合啦。因为这样子的场合会让你暂时卸下自我的防备，用更真实的自己去迎接这个新恋人的出现。所以这里是在提醒你说哈，爱啊不一定要惊天动地啦。我们非常常讲，爱的出现常常是安安静静的。那这一题呢，爱可能会出现在日常你的熟悉的环境里面，它会静静的展开，静静的发芽，就像圣杯6所讲的哈，就像递出一个花朵哈，它并没有华丽的包装，可是这个花朵能够触动人心哈。所以隐士牌跟圣杯6啊，在为你相遇的场景画下了两个氛围。第一呢，是非常安静有深度的场合；第二，是你非常熟悉的温柔的场合。所以当这两个氛围交汇的时候呢，爱其实会在一个安定却又确定的方式，安全的方式、安全的环境里面出现。隐士牌提醒你放下对喧闹嘈杂的一个追逐啦，因为真正的灵魂的连结啊，常常诞生于一种小小的灯光之下，安静的对话之中而圣杯6则是告诉你，不需要刻意去寻找陌生的人，陌生的场景也是熟悉的场景跟人脉里面，也可能藏着宇宙的安排。所以这里跟前面的牌是不是产生了不同的路径？前面有时候需要去踏出新的位置嘛？那个就是有契机。而这边说熟悉的场景跟人脉里面，也可能藏着宇宙的安排。所以其实你能遇到它的范围还蛮广泛的记得你内心要保持一种安心的感觉遇到那一个让你觉得这不是第一次的人啦这个熟悉感反而是你不断在任何场景里面都要出现的第一个感觉这个人会带来你对于以前小时候的那一种熟悉的安心的感觉这个才是重点。所以宇宙这里给的讯息说，你的相遇将带着有深度又有熟悉感的，不是强烈的冲击，而是偷偷的渐渐的渗入心底的那一个温柔。你会因为这个安安静静的靠近而愿意停下脚步，也会因为这份熟悉而愿意打开心门。所以你要常常告诉自己无论在任何场合，我的心都是安安静静的在等待，然后我在迎接那一个新恋人到来的时候，我会明白这是一份熟悉感的迎接。当你每天这样提醒自己的时候，你会注意到说，在平凡的生活里、安静的场合里面原来正是爱情要揭开序幕的那个位置来，我们来看到第4题第4题我们这边要问的是他是谁啦这个人是谁？来看他一些线索。好，那我们这边有权杖6跟金币1来，我们一样来塑造一个情境来看这2张牌一样深呼吸一次想象人群之中有一道光芒那这个光芒照在了某一个人的身上，他在人群里面呢显得特别耀眼然后不是因为整个场他的表现很喧闹啦，或是很出众什么的，而是他在这个场域里面的存在感本身就是一个答案，本身就是为何这道光会照在他身上的原因用这样子的寻找的一个情境，我们要在这一题来描绘出他是谁。所以呢，权杖6描绘出了他一个面向，就是胜利与自信啦。权杖6的火元素是荣耀跟认可的一个象征。画面里面呢，我们时常会看到一个骑着白马的人啦，旧的维特塔罗牌然后手举着象征胜利的一个花冠啦。那周围的人群呢会欢呼所以当这张牌出现在他是谁的位置的时候，宇宙其实在告诉你说，他是一个带着自信
并且曾经经历非常多的努力，并且获得认可的人。那内容有什么呢？第一，他是一个能被大家看见的人，无论在学业啊、工作或是兴趣的领域，他身上都有一种众人皆知的光。这并不是意味着他一定是个明星啦，而是他总是能在群体里面被看见，然后被记住。他的行动啊，都会有非常耀眼的成果，然后会自然的引来别人的赞赏。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有光芒、自我光芒的人。第二呢，他拥有很强的自信，可是从不让人觉得他骄傲。因为权杖六的胜利不是靠的是幸运啦，而是靠的是努力跟自我的坚持。他懂得为自己感到骄傲，但同时愿意跟他人分享荣耀。所以他的自信呢，是带着一种也为别人前进的力量，而不是压制其他人的一种炫耀的感觉。所以他其实人缘应该算蛮好的而且他可能有许多的援助帮忙，其他人都愿意给予支持的一个人第三就讲到了，他是一个散发鼓舞人心能量的人，在他身上或是在他身边，你也会感受到一种我也能做到的心情。他会这样子带领着大家他的存在会让你想要追随，因为他并不是从来都不是孤立的一个人单独的成功啦，而是能让人感受到我们大家一起获得胜利的这种感觉所以这里是在提醒你权杖六在提醒你，权杖六的光芒啊，会让他在人群里面脱颖而出。所以当你遇见他的时候，你会因为他的自信而感到安心，因为那一种不虚张声势而是真实的累积，然后产生的光芒。他是一个走过荆棘之后仍然带着光芒的人啦。再来，我们看到金币一，它的另一面是什么？它有一种稳定跟带来一种未来的礼物的奖励的感觉。金币一的土能量代表了一种开端，也是一种宇宙送来的实际的机会。我们常常看到这张牌是牌面上云端会伸出一只手，然后拖着一个金币嘛它象征着什么？礼物，也象征什么？现实中的可能性。当它出现在这个人是谁的位置的时候，宇宙是在告诉你说，它同时是一份什么？新的稳定的到来。那它内容是什么呢？他是一个能够分享与给予的人。金币一带来的这个礼物的能量不仅仅是耀眼的存在啦，还是能够带来实际支持与照顾的一种内在内涵。他是有这样子氛围的人。这份支持呢，可能是经济上的、资源上的，或是日常里带来安全感的陪伴。第二呢，它代表一段新的开始。这张牌暗示你和他的相遇啊，将开启一个新的篇章。这份开始不只是情感上的一个悸动而是能在具体生活里面落实的稳定。它不仅是一种梦想更是现实中你想要的答案。第三，它有务实的一面。金币一在提醒他不只是一个有荣耀、有光辉的人他还懂得如何让梦想落实。他的土能量让他在爱里面能够展现出脚踏实地走到爱的生活里面的这一面。他既然我觉得他能够带来生活里面的激情之外，还能够带来一种现实里面的安定感。所以这张牌在提醒你，金币一礼物的意识表示他不仅是被大家仰望的存在，也是一个愿意伸手分享与给予他人的人。所以你不必害怕自己永远都只是他的附庸啊、陪伴或观众，因为他会把你带进他的舞台里面，把这份荣耀跟稳定一样分享给你。所以这两张牌呢，权杖六跟金币一组合起来，对他的描绘是一种他是一个兼具荣耀与稳定的人。它本身就是一个胜利的象征，也是一个礼物的象征会被人看见的一种强烈的光芒。可是这份光芒却会带给旁边的所有人一种安定的感觉。权杖六会让你看到他在人群里面的闪耀、强烈的存在感。他的自信、他的努力会成为你心里的一种鼓舞。而金币一则会告诉你说，他不只是耀眼啦他还会把这份光转换成具体的支持，让你在现实中能够感觉到安全，也能够感觉到稳固。这样子的人可能在外表上会像是被大家众星拱月的一个成功者，但其实内心里他渴望的是找到一个可以跟他共享这份成功的人，这份成功的你
他并不希望自己只是一个人啦，在这胜利的冷寒的高峰里而是想要在你手上放一颗金币，象征我们彼此都可以进入新的开始。所以他同时是一个可以给你骄傲，也能够给你安定的人啦。所以这时候我们要对自己说我呢已经准备好要接受这份荣耀与分享，还有我已经准备好要去迎接这份未来的稳定。你心里要这样子跟自己说你会知道宇宙正在为你带来的是什么，一个同时可以照亮你的人生，也能够接住你的黑暗的一个答案。好，这就是这2张牌的意义。来，我们再来看到第5题第5题要讲到的是2个人如何靠近。那我们看到的是权杖8跟权杖皇后的逆位，都是火能量。首先我们一样，这2张牌我们来描绘一个心理的情境。你先想一下，天空正吹起一个强烈的风大概中上以上的强烈的风啦。然后你手中可能有你刚折好的纸鹤，或是别人送你的纸鹤结果被吹向了前方，然后它飞翔的速度比你想象中的更快然后你心里可能有一个惊讶，但又忍不住的微笑，因为你心里大概就幻想着这个风吹起了这个纸鹤，是不是因为爱情靠近了，想起了那一个节奏。你心里也可以这样子一个心境去思考那这样子呢，就是这2张牌在告诉我们的是，我们要去理解要怎么靠近那一个人，那个人该怎么靠近我们那他可能就是这样子轻盈的能量虽然不是抽到风的牌，但是他讲的是这个轻盈的能量，他可以讲的是一种生命力的新的开始所以权杖8讲的是什么？你要顺应速度，要勇于回应。权杖8本来就是这样子立刻着地行动，速度明确方向的一个象征所以权杖8本来就是一个快速飞向同一个方向，像弓箭一样划破整个空气的感觉。所以当这张牌出现在如何靠近的这提示，宇宙在提示你们的靠近其实不需要犹豫，当机会出现的时候，要快速而真诚的做出回应那怎么回应呢？第一，要抓住时机，爱的靠近会比你想象的更快可能是一个讯息，一个邀约，一个偶然的重逢当它发生的时候，不要拖延太久，因为权杖8的能量是及时的、立刻的。你越能够快速回应，爱的火焰就会燃烧的越旺。第二，要保持行动的感觉。靠近不只是停在想象，或是停在你的计划里或是原地打转，而是需要具体的往前移动。哪怕是简单的一句我很期待，或是一次主动提出我们可不可以见面这样子的邀请都能让对方感受到你想要往爱情这个方向展现出你的真诚啦。第三，信任感需要做一个互动，需要做一个流动。权杖8在提醒你当有人靠近你，或是你想靠近他人的这个节奏出现的时候可能不是完全都由你掌控但正是因为这个安排，宇宙的能量的流动与其害怕这个变化你抓不住，不如相信相信这份安排是有在流动，让你们2个逐步的靠近了，让自己成为这一个流动里面的一部分。所以这里在讲什么？就自然而然的顺着现在的剧情走。比如说对方问你说要不要出去看个电影出去逛个街，不用想太多，就顺着这个流动去。或是你们的谈话到了某一个阶段，你觉得好像可以跟他见一面或是你突然想去看什么，你可以问他要不要陪你一起去，你就开口去，顺着这个话题的能量流动就往下走，不要在这边多思考而停下因为这里在讲什么？要信任这个能量的流动不用太过的担心，因为这里是权杖8的能量。所以这张牌在告诉你说2个人的靠近不能只是等待最完美的时刻，而是要勇敢的说出来，跟伸出手去抓住这个当下再来我们看到的是权杖皇后的逆位权杖皇后的逆位讲的是要放下掌控，要展现自我的柔软啦。权杖皇后在正位的时候是最强的火的女王嘛，她有自信，有热情，有魅力四射所以然而当她在逆位的时候呢，能量显示出的另一个讯息是什么？不要过度掌控，或是急于展现自己，要学会比较柔软，要学会比较谦虚
那内容的解释有什么呢？第一，在相处的时候避免过度强势，因为你可能想要透过展现自信啊，表现自己来吸引对方，但是逆位这里在做的提醒是说，两个人真正的靠近并不是用你自己的能耐去压倒对方，而是一种诚恳温柔的邀请。你的光芒其实不需要太耀眼，否则会让对方觉得自己没有空间靠近了。第二呢，要学会停下来。当权杖八推动你快速前行的时候，权杖皇后的逆位则提醒你，前进的同时也要学会适当的停下，不是一昧的加速往前哦。要懂得在互动里面留给彼此发挥的空间，让呼吸能够自在，这样对方才会觉得安全感，而不是被压迫啦。不要急，其实这边在讲的就是不要急。第三，要展现真实的自己，不是完美的自己。这个我们也非常常讲，无论你看任何牌、任何题目，都非常常提示这一点。与其展现完美的自己，不如展现真实的自己。所以逆位的权杖皇后在这边，你不必把自己打扮得无懈可击的样子啦。他这边也在做这个提示，因为两个人靠近的一个突破点，在于勇敢的展现真实自我，包括你的脆弱，包括你对爱情的不确定。真实永远比完美更有力量。所以这张牌在提醒，一份靠近呢，绝对不是一个炫耀，而是要让彼此都感觉到自在。所以当你放下一些掌控爱跟你懂得掌控爱的一些诀窍的时候，记得要放下，爱情才能够在这里有呼吸空间里面轻松与真诚的氛围里面发芽。所以这两张牌呢，其实讲的是一种有节奏的速度里面，也要找到一种柔软的空间啦。快速的行动搭配柔软的姿态。权杖八告诉你说，爱会比你预期的更快来到，所以你需要及时的回应跟具体的行动嘛。因为你要立刻回应它，迎接它，不要犹豫，也不要害怕过早。因为爱情的火花，有的时候就是你在及时的添下柴火，放下煤炭的时候，就像你当下对方提出邀请的时候，立刻说好啊，我愿意去啊。我想去看看那这就是我们两个一个很好的开端。可是权杖皇后逆位就会告诉你说，虽然这个开端开始了，有一些快速的展开了但是也要避免用过强的能量去挤压彼此的空间，慢慢来就好了。因为两个人的靠近并不是在比较，并不是在竞赛谁比较好，而是要在这其中看看能不能创造出一种舒适的、有氧的、真实的一种空间。让两个人都在其中自在啦，然后也可以展现多面的自己，也可以展现脆弱的自己，也可以展现柔软的自己，坚强自己都可以。但是记得真实的温度，你个人能够展现出最真实的温度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它会破解压力。所以这两张牌组合的讯息我觉得他在讲的是一个爱的靠近，需要勇敢，也需要谦虚。然后在两个人开始慢慢靠近的时候，需要学会如何推进、退后，前进、退后的这个节奏感啦。所以当你能够做到及时回应，然后又能够真实的展现自我的时候，那这份靠近就会是一种最真实的、最自然的一个邀请。好，那这个就是第二张牌的5个题目希望可以给你一些蛮棒的一个感情快来进来的时候的一些建议跟提示那就这样谢谢你来听了很长，那祝福你们。好，我们现在来看到第3张牌的朋友选择第3张牌的朋友，那我们会有5个题目，每一个题目有2张塔罗那每一张牌都会讲得很清楚来，我们先从第1题开始第1题在讲的是宇宙对于如何找到新恋情的一个提示啦，有圣杯侍者，有宝剑侍者，都是侍者牌好，那我们现在先在心里先去塑造一个内在的心境，请你先在心里想象一张白纸，然后上面还没有任何的文字，微风吹过，水滴落下，笔墨将要开始他将要开始书写这一个恋人要进入的这一个画面，这一个文字，这一个篇章。此刻我们可以努力的倾听宇宙给我们的温柔的暗示是什么，那么新的爱情将会以什么样子的姿态靠近。我们来准备这样子的心境，好像在书写一个全新的故事页面新的篇章已经开始了，心情要放淡，心情要放轻，
因为我们抽到的是2张侍者牌嘛。那第一张圣杯侍者讲的是一份天真与柔软的开场。圣杯侍者属于水元素嘛，代表情感、直觉还有梦想。它是圣杯组里面最年轻的一张牌，常常被描绘着是手端着一个杯子然后杯子里面还有探出一条小鱼。其实这样子的形象是在提醒说，爱情可能是以天真的、纯粹的、意外惊喜般的姿态跳出来开始的所以它可能会有几个现象。第一，爱情会以小小的惊喜来临，它就像这个杯子里面突然冒出来的鱼你可能在平凡的对话里或是在一些日常的瞬间意外的感觉到心跳加速。这不是一个什么热闹宏大的场景而是一个小小的细节，让你察觉到眼前的这个人不一样所以这里在讲什么？爱情会从一个小小的惊喜而来，就是这个杯子里面所探出来的一个小鱼所带来的一个小小的启示那第二个呢，是天真的能量。圣杯侍者是一种孩童般的能量啦。宇宙呢，在这里用这张牌来提醒你，你不必一开始就过度使用理性和防备来分析眼前的爱情你可以允许自己带着一点点天真去回应那份靠近，回应那份新的人的靠近。也正是因为这种内心的柔软，让爱情能够自然的流露天真的能量。那第三呢，用直觉倾听。水的能量很强调感觉。当你遇见某个人的时候呢，请留心心里的一个微小的声音啦。也许这不是一个轰轰烈烈的激情而是一种想要再多靠近一点的悄悄的低语的声音。所以这就是圣杯侍者所带来的礼物直觉里面小小声的低语。所以你要倾听你内在的直觉。直觉会告诉你，眼前的这个人是不是就是你将要遇见的新恋人所以这里这张牌在提醒说，爱的开始可能比你想象的更怎样，更单纯。不要忽略那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一些小片刻、小时刻、小细节，因为这正是宇宙的能量正在给你打暗号，告诉你说就是眼前这一个人。那第二个提示呢，是宝剑侍者。他这里讲的是一种以好奇跟观察，慢慢的去发展出跟观察出眼前这个人。宝剑侍者的风元素象征某种思考、讯息还有探索他是整个风能量的一个初学者啦，带着好奇的眼神跟求知的姿态当这张牌出现在宇宙提示这个题目的时候，讯息是在告诉你说，新的好奇会呈现出新的爱情会在你们两个人的一个初步的交流，有可能是互相学习之间而发展出爱情那它会有什么现象呢？第一个，爱情可能会从一般的对话开始宝剑侍者在提醒你，新恋情可能会开始于一场朴实很简单的一个小小的对话，或许是讯息里面的往来，或是课堂里面的提问，或是社群里面的互动，或是留言这些对话不一定会很浪漫，但它会带来一种两个人想要再多聊一点点的一个门，会开启这个门。也许只是个留言，结果就有私讯私下就有讯息来了。再来第二个是要保持观察。侍者的能量呢，象征很高度的学习力你会想要观察对方嘛？了解他的想法，了解他的习惯，对方也会这种观察呢，不是一种监视，而是一种带着好奇心的一个倾听宇宙是要你们知道，爱的养分有的时候就是在愿意去理解彼此的那一刻产生的，所以要保持观察，保持好奇再来第三点是要允许那一份不确定啦。宝剑侍者还带着一种初学者的心态你不需要立刻把对方看得很清楚，因为这段爱正处于一种什么学习的阶段。与其急着确定对方是不是不如带着一种探索的态度，让两个人的关系自然的展开就好了。所以这张牌是在提醒你说，爱情不是考试而是一场探索。当你以好奇心而非一种焦虑的心态靠近的时候，宇宙会为你铺垫更多的路径跟讯息，还有给你更多的暗示。所以这两张牌呢，我觉得它结合起来在讲的是什么？你要保持天真的心跟好奇的心新的爱情呢，应该会以一种很天生的
还有一种你对你们彼此的好奇心而展开。它不是一种罗密欧与朱丽叶一碰撞的轰轰烈烈的火花，而是一种小小的惊喜，不断的小小的惊喜，而逐渐产生一些很细腻的交流。圣杯侍者在提醒你，爱可能就在生活里面的日常瞬间出现，可能有一个微笑啊，一句话或是一个小动作，它带来某种纯粹跟柔软，让你在不经意的时候感觉到内心的那种悸动。然后宝剑侍者则告诉你，这份悸动会随着你们的对话跟观察而延伸。你不需要急着找到所有的答案啦，因为爱本身就是一种慢慢被理解的过程。因为爱就是一种慢慢被理解的过程。尤其2张牌都是侍者，这一件事情被强化了。所以宇宙要告诉你的讯息是说，当你同时拥有水的直觉跟风能量的好奇的时候，你就已经站在爱的门口了啦。所以呢，你要允许自己可以在这个爱情的门口或者爱情展开的时候足够的天真，然后又有一些些微的理性，既柔软又有一些探索性。因为这样子的你会最自然的跟眼前的这个人产生共振。那你也可以在心里时常的去提醒自己说，我要以我的最纯粹的天真去迎接爱情，我要以无限的好奇心来去探索对方的好。你就这样提醒你自己，你会发现你们相处的日常里会有很多的小瞬间就发光，那些对话那些互动会把你们2个慢慢的带进新的故事里面。来第2题我们讲到的是在这份爱情到来之前，个人的突破有什么可以做的我们说到魔术师牌跟金币7的逆位那么这张牌在魔术师上面是一种掌握资源跟主动创造嘛那金币7的逆位带来的是一种放下等待然后放下等待之后还有什么？我想想还可以迎接对方的行动了突然有点忘记。好，那基于这个点呢，我们可以先来说到一个心理的心境跟刚前面一样，请先想想自己站在一张空白的桌前，刚刚是空白的纸嘛，现在是一个空白的桌前然后呢，桌上逐渐浮现出4个东西：一个杯子、一把剑、一个权杖、一个金币然后你伸手去准备把它们组起来那你在组的过程之后，就能够感受到什么？宇宙在逐步的告诉你，它如何引领你突破各种元素你自己的关卡，而逐步接近爱情了。你在这个组合的过程里面，你会学习到很多宇宙要告诉你的事情这个就是这里心境在给你的准备。我想它的主导应该是在魔术师牌上面那么从魔术师牌来讲的话呢，它象征一种开始、主动性，还有意志力加显化。魔术师牌他站在桌前举起魔杖指向天空，然后另一只手指向大地。其实他在传达一个讯息啦，他告诉你说，你已经拥有了一切了，这一切足以让你开启新的旅程。那内容大概有什么呢？第一，你要相信自己的资源已经足够因为魔术师牌上面讲的4个元素都摆满在那边，是在提醒你说，你已经拥有发展新恋情的条件，不论是情感思维行动还有你的生活基础，其实你都已经不缺乏了。所以突破的第一步呢，就是请你停止质疑自己不够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主动的力量魔术师要教你的是爱不是只是靠等待，因为魔术师牌有主动显化的象征，他在告诉你要有行动当作是这份爱情的开关。所以当你愿意主动开启跟他人、陌生人、有好感的人一段对话，释放第一个讯息的时候，宇宙就会带更多的回应来给你。要突破这个核心要敢于开始启动那第3，要创造连结。魔术师是一个很强的沟通者他能把4个元素都连接在一起，表示他知道在不同的背景、文化、人之间都能够产生很好的沟通。所以呢，魔术师牌它能够把想法转化成语言，能让能量流动。你需要练习的是什么？就是把内心的想法勇敢的、顺利的说出来，要把内心的感受转化成一种语言行动，让彼此之间有最初步的爱情诞生。不要什么都放在心里猜测而是要在现实里面产生一种真实的互动创造出与他人的连接。所以魔术师牌在提醒你突破从来不是等待奇迹，而是要成为奇迹的创造者。
当你相信自己已经足够了，并勇敢的踏出那一步的时候，爱就会因为你的主动而逐渐显化的。再来，金币七的逆位讲的就我们刚讲的嘛，要迎接行动，不要过度等待金币七正位的时候，象征某种耐心啦。一个农夫凝视着他的果实思考如何或是何时要收获。但是当他在逆位的时候，宇宙的讯息转变成什么？不要再无限的等待，即刻行动比迟疑更重要所以它的内容有什么？第一，避免停留而只是观望。你可能常常在心里反复评估，说现在是不是对的时机？他怎么想？其实金币七的逆位在提醒你说，如果等待变成一种拖延，那就是一种阻碍咯。所以突破在于停止过度观望，而是要开始行动那第二个呢，要允许自己的不完美。逆位的金币七说明说，你不需要等到一切都完美的时候才开始，这件事非常重要，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是完美啦。爱情不是要等到所有条件都齐全才会发生而是发生在什么？因为你愿意尝试，它才会逐渐成长。行动中的不确定本身就是爱情的养分啦那一种奇妙的神秘的变化性可能性就是爱情的养分。第三，要把所有的重心放回当下。逆位的讯息在告诉我们不要只盯着未来的收获而忘了享受现在的过程。所以突破的点就是在行动中找到当下的快乐，在行动的当下找到快乐，而不是等待爱情发生结果之后才快乐，懂吗？你可以往前，你可以做出一些举动、行动、表达，这个过程都是快乐的。不要等到爱情被承认了、被确认才觉得那是快乐这个心情要改一下。所以这张牌在提醒你说，你内心的突破会从过度的等待要转为什么？即刻去尝试啦。当你愿意放下对完美的执着的时候，爱情的门就会真诚的为你打开。那么这两张牌，魔术师牌跟金币七的逆位呢，把你的个人突破描绘的很清晰。第一就是要主动，还有放下等待。魔术师说你已经具备一切了，不需要怀疑自己是否够好了。那金币七则提醒你说，不要再陷入无止境的等待，因为在爱里面行动比观望更能打开大门。所以这组牌的核心讯息应该是说，爱不是在完美的时候才会来，而是在真实的当下会被创造。当你勇敢的开始的时候，哪怕条件不完整，但你已经跨越了最重要的一步因为爱从来不求要完美，它求的是什么？你要在现场，你要在当下。所以你可以每天对自己说，我要用行动去创造，而不是只是等待奇迹。如果你常常心里这样想的话，你就会把这一份思维转化成某种显化的力量，让这份爱的可能性会从心里落实到整个现实生活里面好，那我们来看第三题我们要寻找的是相遇的场景啦。那这边有月亮牌跟权杖五一样，我们先来塑造一下我们内在的心境你可以先在心里描绘一个画面就是夜晚的街道，然后路灯的光照耀着那个地面湿湿的湿润的地面，可能才刚下过一场雨然后你会听见远处有一些声音的交谈的交错，有的时候清晰，有的时候模糊你就在这样子的氛围里面呢，将要迎来一次新的邂逅，在暗淡的光辉底下遇到一个具体呈现存在感很强的那一个人这个就是这里要塑造的新恋情所显化的一个样式所以呢，月亮牌在这里讲的是什么？是一个模糊又充满直觉的夜晚月亮牌属于一种潜意识、梦境跟不确定的象征。它常常描绘出一个月光照耀着小径两侧有塔有动物，暗示着什么？强大的神秘感跟未知。所以当月亮牌出现在相遇的场景的时候，宇宙是在提示说，这段相遇可能会发生在模糊又梦幻甚至带来某种迷惑的氛围里面。那可能有什么呢？第一，夜晚的空间。相遇的场景可能是夜晚的聚会或是月光下面的散步，或是路灯下面昏暗的场合。这些场景会让你感觉到既陌生又熟悉，既不确定又充满直觉是一种很强烈的产生吸引力的位置第二，不清楚何时开始月亮的能量象征一种很不明朗的开始。你可能对对方的身份动机各方面都不清楚，但心里却有一种直觉一直在告诉你说，这个人值得再靠近一点，这个人值得再好奇更多第三，
直觉的指引。在这种夜色的场景里面呢，理性可能帮不上太多忙啦。你需要的是跟随内心的感觉、内心的直觉，而不是立刻去要求确定这是不是一份爱，或是去确定这是不是一个好人哦。爱的相遇会先以一个模糊的样式呈现哦，因为月亮牌在发威，但正是这种不确定哈，才让你们的第一次见面极具魅力哈。这张牌在讲说，不要害怕模糊，因为爱情啊，一开始的时候往往都不是在阳光底下立起，可以看得很清楚的样貌啦。它更美妙的、更浪漫的，就是在月光下面慢慢的显现出来。那么权杖五呢，讲的是互动与两个人灵魂碰撞的场域哈。权杖五的火元素象征很多的竞争跟碰撞嘛，还有能量的对冲与交流。所以权杖五的样式哈，五个人手持着权杖在斗争哈，很像在斗争，但是又很像在游戏哈，看你的心境所去体会。所以这张牌出现在相遇的场景的时候哈，宇宙应该是在提示说，这段相遇可能在发生在互动很激烈，甚至有一点点挑战意味哦，然后在这个摩擦之中产生火花的场合，那它可能会有什么呢？第一，就是一个充满互动的场景嘛，可能是一个比赛啊，一个辩论啊，一个需要合作又带有竞争的活动啊。这样的场合让你跟对方都有机会碰撞中彼此遇到彼此哈。第二呢，有一种轻松的较劲，权杖五不一定代表着冲突啦，它也象征一种玩乐式的比拼哈。也许你们会在游戏啊、运动啊、团体活动里面相遇，然后在这种互动里面激起某种另类的火花。然后第三呢，是展现真实的自我。在权杖五的场景里面呢，你很难隐藏自己啦，因为能量的流动呢，彼此的特质会自然的被看到。这正是爱靠近的一关键哈。当你们在互动中展现自己最自然的样貌的时候，反而吸引力就跟上了哈。它会藏在这份互动底下。所以这张牌在提醒你说哈，绝对不要回避那种看似碰撞的情况哦，不要回避。也许那个就是能量跟爱情火花被绽放的时刻。因为爱情往往会在这些摩擦与互动之中怎样真实的被体现出来哦。那这两张牌其实就在讲说你们相遇的场景被描绘成一种矛盾又迷人的一个方向了。一方面讲的是一种夜晚的模糊跟直觉，一方面却是说这是有火花的一种碰撞所以当这两个能量交汇的时候，你会有一种不完全明白对方是谁，可是心里却很明确的被吸引的这种被爱情拉进来的开始月亮牌在提醒你相遇的时候可能不会立即看清楚一切，对方的真实样貌啊，一定会需要时间去显露、去体现出来。而你的直觉啊，是最好的指南针，不要忘记。权杖五则是告诉你说，这段相遇可能伴随着很多复杂的互动，或是频率很高的互动，甚至有一种竞争感但这些都不是阻碍，而是很快的让你们彼此看到真实的那一个最快的方式所以宇宙的讯息在告诉你说，爱呀不需要一开始就很完美清晰啦，爱啊有可能会在模糊跟碰撞之中不小心的产生所以当你愿意信任直觉，并勇敢参加什么跟你可能不喜欢的人的互动、不喜欢的场合里面的互动后，勇于参加，你可能就会在这些月光跟火花的两种能量的交错里面遇到那一个什么特别的人。这组很容易遇到特别的人，所以你可以在心底时常跟自己说我允许很多事情的刚开始是不明朗的。然后第二，我会拥抱所有摩擦所产生的火花。你可以这样子常常跟自己说，然后你就会怎样在生活里面看到很多不确定却又真实美好的时刻来，我们现在来看到第四题第四题的题目呢是问到说他是谁他是谁？然后我们有宝剑侍者侍者又出来了，还有圣杯八。那我们这边再去想象一个情境请你先深呼吸一口气想象远方的风吹过来的风，然后把你桌上的书页翻开了，然后一段新的文字突然揭示在你的面前，然后你抬起头，看到眼前有一条小路，然后有个人背着行囊边走边观察四周这个就是这两张牌在描述的那一个你可能看见他的一种内在的心境我们用这个心境来看牌的话，宝剑侍者讲的是什么？这个人会带来一种好奇、充满探索的一种风能量。
宝剑侍者的风能量本来就是一种有思想的、有学习的、有探索讯息的一种象征。它是一个生命生活的初学者啦，眼神很专注，随时能够吸收新的知识。所以当这张牌出现在他是谁的位置的时候，宇宙啊，其实在提示他是一个带着高度好奇跟敏锐观察力的学习者那会有什么内容呢？第一，他很年轻，心态很年轻他不一定是年龄上的年轻，可是你一定感觉到，或是猜不到他的年纪宝剑侍者常带着一种初学者的心态，不管什么年纪，他都散发着一种我想要探索世界的那种气息啦。他喜欢尝试新鲜的事物，对未知总是有非常多的追问很有勇气提问举手。第二呢，他是一个非常善于对话的人。这张牌象征着一种语言与讯息的流动他可能很喜欢提问，或是常常透过很多的对话来了解彼此。他的靠近往往都是从一种问题、一个提问、一个随意的对话展开的。我觉得他不是那种一开始就情感强烈的人他会先善用交流来建立任何人之间的初步的理解而建立关系第三，他是一个理性而且敏锐的人他的思维非常敏捷，对细节特别敏感。可能别人会忽略的小事他都能够注意到。这种敏锐会让你觉得他很专心的聆听因为他总是能捕捉你言语里面的细微差别所以这张牌在提醒你说，他绝对不是一个鲁莽的人，他是一个细心的观察者，一种细心的生活家。当你遇见他的时候，你会先被他专注的提问所吸引，因为这就是他内在的风能量的方式一种高度的好奇。再来圣杯8讲的是他的另外一面啦，他是一种离开了旧的世界，去新世界寻找新资源、新探索的人跟前面的好奇心是搭配起来的。所以圣杯8的那个水元素有一种离开了不满足，去寻找更深层意义的一个象征啦。所以牌面上常常有一个人离开了8个杯子嘛，然后走向远方的山跟月亮当他出现在他是谁的这个位置的时候，宇宙其实在揭示他是一个曾经离开旧的狠心离开，不能说狠心呢，你说忍痛离开并且去寻找真实连结的人。所以他会有什么象征呢？第一他对于过去已经放下了。圣杯8意味着他可能曾经有一段或是很多段的情绪上、情感上的关系啦，但这些关系都无法满足他，于是他选择离开，哪怕是带着遗憾但是他的勇气在于他不将就不委屈自己。第二，他是一个自我内心的一个探索者。这张牌的能量在提醒他不是只是在外在追求新鲜啦，他的内心同样在寻找更深刻的意义。他想要的爱情呢，不只是陪伴，而是一种能触及灵魂的一种共鸣第三，他是一个带着自我旅程的人。你遇见他的时候，他可能正处在一种还在走向远方的一个路径上或许他刚搬到一个新城市，或许是他正在转换新的人生的方向。因为圣杯8让他带着一种我还在寻找，不知道在寻找什么的一个氛围。而这种氛围呢，会让你觉得他这个人对世界很真实又坦诚。所以这张牌在提醒你说他不是一个会停留在原地的人，而是一个愿意为了去寻找真实而离开旧的位置的人。你会被他这种决心感受到、吸引到，因为他是一个非常认真对待人生的人。所以这两张牌呢，在告诉你说他是一个正在探索、正在寻找的人，他是一个观察者，也是一个旅行家。他很好奇整个世界。他用一种绝对的好奇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而且很有勇气然后他有很强的行动，要离开过去去寻找未来。所以他不是一个随意经过你面前的人，而是他在真诚的寻找他觉得最重要的价值，所以你才会出现在他的面前啦。所以宝剑侍者是要让你看见他会先以一种朴实的对话跟提问靠近你，他想了解你，因为他尊重初步理解一个人的价值圣杯8揭示了他带着一个离开过往的勇气，他愿意承担过去的一个不满足，并主动走向未知这样的组合呢，让他显得很真实。他不是因为空缺而需要爱，他是真的想要去寻找真爱而去行走的。所以宇宙的讯息呢
这传达的是他是那个带着问题跟旅程的人吗？他靠近你绝对不是偶然，而是你似乎就是他真的在寻找的人。刚好你就在他寻找的路上，他会为你所停留。他可能不会用最华丽的方式出现，但他的眼神会告诉你说，他很认真的要准备看待这一次的相遇，因为这是一个珍贵的发掘所以你内心可以告诉自己，常常说，我愿意迎接他所有的提问，我愿意迎接他这个奇幻的旅程。当你这样子告诉自己，就等于是告诉宇宙说我准备好遇见那一个好奇世界的人，又真实的人来我们来看到第5题，现在要讲的是你们两个该如何靠近那这边抽到了教皇牌跟圣杯国王这两张牌很特别啦我来告诉你一下这个心境的塑造大概是什么你可以先想象说有一座古老的一个城堡，或是古老的一种寺庙的一个大殿然后清晨初始晨曦的那个晨光从旁边的窗户落地窗或是墙上最上面的窗户洒落进来，你会听到很庄严跟很温柔的钟声的回荡，然后你手里可能拿着一杯水然后你看着那一个水面竟然映照着自己的脸因为这一题呢，我们要理解的是如何靠近才能让爱的深度跟温柔就着实的落在你身边所以你用这个心境来去看问题在哪里，自己在哪里我现在处在什么样子的心境里面。那教皇牌呢讲的是什么？你们靠近的这一步是用价值与真诚来做彼此之间的桥。教皇是土元素里面很强大的稳固跟精神的指引它象征的是一种传统信念、规律、共同的价值观。所以当这张牌出现在如何靠近的位置的时候，宇宙其实在提醒靠近的方式不在于笑多华丽啦，而是于你要真诚的展现你的核心价值。这个就不是在展现你的自我了，而是要展现你的核心价值。那这里核心的价值在讲的是什么？第一，要以真诚的心去开启彼此的对话，因为教皇牌的能量在于心灵的分享。你不需要用技巧或是各种言语去吸引这个人，而是用你真实的内在信念去跟这个人做交换。例如分享一本你启发你的书，或是一段触动你的其他人的故事这些都能让对方看到你内在的一个深度啦。那第二个呢，你们要建立共同的语言，因为这份靠近不是急于追求浪漫的而是要找出彼此的共鸣点、共同点、思想上的共振所以可能在生活的理念上，或对未来的憧憬、对诚实坦然的坚持是你们两个要找到的一种什么核心信念，这个爱的基础才会被奠定这一题很重要。再来，要以尊重彼此为前提因为教皇牌在这边提醒两个人的靠近需要尊重对方的信仰跟什么观点这个最重要这份尊重会让对方跟彼此感觉到高度的安全感，因为你的出现跟他的出现从来都不是为了要改变对方，而是愿意去理解，加上更重要的是包容彼此的不同。所以这张牌在提醒你这份两个人的靠近的开始是以一种诚恳的交流开始的。当你展现内在的诚信跟信念的时候，对方会被你的真实所吸引因为爱需要的不只是一种初期的浪漫与激情，而是要有共同建筑的价值。所以一开始要有共同的信念再来，圣杯国王。圣杯国王讲的两个人的靠近的第二步是要用温柔跟情感的守护状态去靠近。圣杯国王的水元素讲的是情感的成熟以及包容。你看包容跟刚刚教皇牌的包容都出现了所以呢，这张牌讲的这一个国王牌它本来是稳稳的坐在大海上面嘛四周都有非常强烈的波涛汹涌可是它仍然稳稳的坐在海上手里的杯子里面的水没有溢出所以当这张牌讲到如何靠近的时候，宇宙其实在讲说，彼此的靠近需要带着温柔而坚定的情感所以内容在讲什么？第一，彼此要成为情感的容器。圣杯国王在教你靠近不是只是自己的感受，而是要学会倾听，接受对方的心，学会倾听所以当他在分享
的时候啊，我觉得你能够给予很高度的情绪价值，并且你能够安静的聆听跟深刻的理解，这就是最打动人的一份靠近哈。第二呢，要用温柔的去对待对方，不要太过急切哈，因为两个人的靠近不是一场追逐赛了，而是一场心理内在信念的守护。所以圣杯国王在提醒你要用温柔的语气哈，细腻的眼神，还有专心的聆听，这些都比急切的去表白自己的喜欢更有力量哦。因此，爱会稳稳的藏在彼此的内心之中啦。那第三，要展现对于情感的成熟度哦。这张牌象征的情绪是一种很平衡的，你不需要用过度的情绪去证明你的真心，而是透过稳定的陪伴，跟你自始至终都一致的态度，让对方相信你是可靠的。所以呢，这份成熟呢，会让爱更快靠近哦。这张牌其实在提醒你啦。靠近不是一种压力，而是一种温柔的存在。所以，当你以国王的姿态承载感情的时候，对方会感觉到你的靠近不是一时冲动的，而是一个可以依赖的温暖。所以这两张牌呢，其实在讲什么？在把这个两个人的靠近呢，描绘成一种有价值的桥梁，然后再用你们彼此的情感去守护这座桥。所以这份靠近呢，绝对不是短暂的吸引而是一个能走到长远路径的一份力量教皇牌在提醒你靠近的第一步是让对方看到你的真诚。当你愿意分享彼此的信念还有自己的故事的时候，彼此就会用很高度的尊重去理解你们之间那一个隐形的桥就会变成那种通往未来的那一个共筑的道路。所以圣杯国王这里又告诉你说，桥梁建立之后我们需要用温柔的心去守护还有耐心的去陪伴，这样子才能够展现出你们两个人内心的一个安心跟可以被信赖啦，然后还有一种稳定还有一种专心去聆听的一种成熟的姿态啦。所以这样子呢，两个人的爱就会在一种对未来有安全感的关系之中慢慢的展开。所以宇宙的讯息是在告诉你说，靠近两个人靠近都不是一时的表演而是要怎么去展现能够长久维持的一个状态。所以两个人展现跟找到了共同的价值的时候就要温柔的靠近然后你的靠近会成为一种最自然的、最令人向往的一种邀请他的也是。那我们可以试着在心里常常跟自己说我会用我的价值跟他的价值和彼此的信赖去搭桥，然后之后我们两个都会温柔的守护。你可以这样子每天的提醒自己，你就会在生活中自然的展现出这份靠近爱情的能量。好，那这个就是第三张牌那各种提示跟概念都讲了希望能够给你一个乐观的心去期待那谢谢你来听祝福你们。